1个小时前听了讲座的各位会感到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放了一首曲子。如果按书上的定义，这应该算是华尔兹的曲子。紧接着我们要3对表演，他们说这是什么？这听起来像桑巴，听起来这是什么？这怎么跳？等等。底下很多人也说，你怎么会说这是华尔兹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再放一遍这个音乐，我给大家数拍节，带大家进入，大家应该感受一下如何按照某种东西来跳舞。这种东西给了你跟华尔兹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冲动，而这个东西的节奏又是华尔兹，好吗？1, 2, 3, 1 and 2, 3, 1, 2, 3, 1, 2, and 1, 2, 1, 2. 我希望大家已经了解了我们想在前一个讲座里让他们体会的是什么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接着我们前一个讲座的内容，我们要讲在维也纳华尔兹里每个人的个性化的风格和发展。在最近的这些年里，编舞有了越来越大的发展，但是从裁判的角度看，维也纳华尔兹一直是最容易裁判的舞蹈，因为你可以马上评估右转比右转，左转比左转。其实维也纳华尔兹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其他的舞就没有，就是它是所有舞中跟体育最接近的一种。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几个动作，每个动作你必须不断的完善，之后就是重复那个动作，重复。当你做了1000遍、10000遍的时候，重复的做一个动作，你就会体验到其他舞蹈中不会体验到的某种东西，你会有无穷的变化，身体的摆荡起伏，某种不会被编舞所影响的东西。尽管你跳编舞中的不同部分，你自己或者你老师可以选，可以让你看来与众不同，但是维也纳华尔兹的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唯一的一种舞可以马上让你暴露出毛病的舞。如果你跳华尔兹普通的那种慢华尔兹，你跳2-3个小节或者绕长一周，你的老师之后会说你在那个脚上的时候肩膀提起来了啊，那边吗？说不定这边也是，你不确定。但是在维也纳华尔兹里，如果你跳了3个小节，你的手开始从女士的背上掉下来，你就知道出问题了，所以他马上就会让你感到不行了。就像在体育里，你没有跳足够远，那就一定会出问题。4, 5 and 1 and 2, 3, 4, 5. 1 and 2, 3, 4. 1 and 2, 3, 4, 5 and 推动一端升起来，离开右脚，来获得向这个方向的移动。我们有个焦点，焦点就是这个主席台。我们有1, 2, 3, 4, 5, 6. 试一下，所有人一起来。1, 2, 3, 4, 5 and 1 and 2, 3, 4, 5. 1 and 2, 3, 4. 1 and 2, 3, 4, 5, 6. 1 and 2, 3, 4, 5, 6. 可能对于大多数健康的，但此刻还健康的竞赛舞者，臀部和大腿感觉应该是连接起来的，所以你一条腿一头出去了，而把第二条腿左腿留在了后面，就一头出去，其实就没用。维也纳华尔兹的第2步，向侧的动作，向侧的摆荡应该更大，比第1步。
大多数人在跳第一步非常大，之后就变小了，相对的小的一个侧步。大家应该知道，在第一拍你有大概1米的跨度，但是在第二拍这条腿需要移动从这里到那里，大概有2米，所以速度至关重要。在这2步里，腿的速度是非常不同的。那么第3步是最小的，是收脚的一步，所以你必须强调第2步，所以是要不就跳不好。我们再试一遍。1 and 2 3 4 1 and 2 3 4 5 and 1 and 2 3 4。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是在第4、5、6拍，当我们向前的时候要主动。我听很多女孩说，他们的舞伴或者教练说你没有向前进。这个没有向前进其实是指从错误的地方向前进。我们经常移动的时候，相对于男士身位太高，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现在要开始把自己当成男士，我们也从前进开始跳。为什么？因为我需要的是在第一小节结束的时候，当你到了该后退的时候，你需要形成一个姿势，一个能让你向前驱动的角度。我看到很多女孩到这里的时候是这样，之后也意识到自己是用上部重心在移动，而不是下部重心。他们没办法拉伸，于是就向后面仰了。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向前去，但是要从重心，从膝盖。所以当我做后退部分的时候，在第6步上，我要让头部重量落在支撑腿上。之后从这里我们只要感觉放松来进入下一个动作，我们不需要再驱动了。所以我们做2个小节都是从向前进开始。为什么不呢？为什么要向后开始呢？ 1 2 3 4 5 6 1 2 3 4 5 stop。 停。好的，所有女士现在可能摄像机离我们太远了，但是从方向来说，朝向来说，脸朝哪里，应该都朝向我的方向。所以我们要想着过去，现在我们就放松到支撑腿上，转移重心到新的支撑腿上。我们只做这一个动作 and 转移 and 再来转移。我看到的很遗憾，也是我不想看到的，就是你们在朝后倒。我看到有的人这样往后倒了，这个时候你又会听到批评，是的，你的臀部是到前面来了，但是你的身体重量还没有超过支撑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需要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恰好的角度，刚好足够转移重心，而又不会使你向后倒。6 1 2 relax drive 1 2 angle drive 1 2 3 4 5 6 1 2 3 4 5 6。这是一个很焦急的样子，急着看我要去的地方。我是得看我要去的方向，但是晚一些再看。我的意思是说很清楚，我想要看我要去的方向，但是我要之后再看，这是下一个时刻的事情。我们会看，但是这个时候我需要用到我的头部重量，所以我还不能看向我要去的方向。关于视觉和音乐的感觉，我们马上就会讲到，大家会知道不需要视觉来听。我们再做一遍，只有女士做。我们集中注意头部的重量怎么用，从第3步到第4步。1 2 3 4 5 and 1 2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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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赞同我太太说的那个，当你向前去的时候，你必须要放松了向前出步，这样向前去。那么哪一侧身体应该引领来进入第4步呢？右侧。对了，尽管我没有数，但是有10个以上的女士，当她们向前出步的时候，左侧的手把左侧向前推。
应该是另一侧。所以在第4步，我们应该是把右侧放到前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的左侧是支撑腿的那一侧，所以那是提供动力的一侧，但是引领的一侧是右侧，这是提供给我们能量的一侧。但是右侧是引领我们到某个方向的一侧，有的时候人们搞糊涂了。教练告诉我们要用左侧，所以我们要把左侧向前。错，你要用的一侧来驱动，这是能量腿，而引领侧是右侧。所以再来一遍，我们还要想着右侧向前，同时还有头部重量。1, 2, 3, 4, 5, and 1, 2,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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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向前第一部分，努力驱动。之后是女士接过来，大家站开一点。1 and 2, 3, 4, 5, 6. 1 and 2, 3, 4. And 1 and 2, 3, 4. And 1 and 2, 3, 4, 5, 6. 1, 2, 3, 4, 5. And 1 and 2, 3, 4, 5. 1 and 2, 3, 4, 5. 1 and 2, 3, 4. And 1, 2, 3, 4, 5. And 1 and 2, 3, 4. 接下来的这个大家一定都非常喜欢，我们不想占用大家太多时间。Fußbinde für die Herren, ja, das wäre wahrscheinlich, frag mich nicht nach anderen Dingen, ja. Okay, there you go. 所以你可以完全聚焦到你的感受，你的舞伴，还有你手头能做的事儿，就是踩上点儿。大家还能听到4、5、6，对吧？男士现在必须要特别照顾女士。4, 5, and 1 and 2, 3, 4. 1 and 2, 3, 4. 1 and 2, 3, 4. 1, 2, 3, 4, 5, 6. 女士有什么感受吗？人们说，如果被剥夺了视觉，你的内耳前庭，就是那个防止你感到昏眩的那个器官的工作就完全不同了，挺合理哈。但是你的脑力就可以聚焦在完全不同的活动上。当然，我不建议你在比赛的时候这样，这不是个好主意。在我们的训练营里，我们这样练过一次，那次所有的女士都戴墨镜。是的，你能看见，但是看不清楚。这个体验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聚焦到内在的感觉，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舞伴，你可以听清楚音乐，非常不同。当他们被剥夺了视觉之后，他们变得非常敏锐，很警觉，在触觉和听力方面。而这就是我们现在试图要做的。现在你们完全依赖你们的舞伴，反过来也是，不光是女士依赖男士，男士对女士也是一样。这样当我们运动的时候，对于观众和裁判来说，他们的印象就非常好。好多了，好多了。现在仍然能够看到有的女孩动作还是稍微的有点不同，因为当我们讨论驱动的力度、摆荡的力度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力度并不是体力上的。没错，你必须有体力，你必须身体好，没错。我是俄国人，那是有区别的。我认为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女孩努力向前进，努力去做一个好的驱动，但是你驱动的，就这么说吧，角度有问题，用的肌肉部位有问题，你不能靠体力做这件事，你只能靠正确的头部重量和正确的角度。刚才我看到有的女孩制造了我特想向前去的感觉，这个感觉我不喜欢，我感觉应该是让我考虑考虑，我受到了邀请，我可能会去，之后我考虑考虑，之后我可能会到这里。等时机，等时机，等时机，这个区别意义很大的。
很多人说你必须看起来像冠军才能成为冠军，这点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老实说，你努力过头了，没错，但是我想成最棒的，我当然要努力了，努力。所有的女孩子们现在想象，你有时间越来越多，直到最后我们才到达。相信我，时间用的越多，动作就越有力。我们再做一遍，女孩们看，不同的握抱，这样握抱，你的手臂不是在男士的手臂上，而是放到我们的头的后面。我们并不是向前支着头，但感觉是我们在男士的手臂就像躺在躺椅里一样。这样，左手在头这里，打手练习，延迟，放松进入驱动，好些了。对于那些从来没学过的，也不知道我们这个练习的女士们，已经非常好了。但我喜欢的是男士的表情，突然间我看到一些笑容，这些非常好。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大家给我们一些反馈，现在不行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如果女士尝试了一些改变，无论是正面或者负面的，都不要紧，一定要给反馈。这种情况，作为老师，我也经常感觉到我们相互之间的反馈不够。Мы не рассказываем друг другу о наших ощущениях, мы только жалуемся, если что-то не получается. Вот тут рот открыт, вот тут проблем нет, да? 我们再试一遍，但是采用平常的手臂位置，女孩仍然感觉头部的重量通过支撑腿向前进入驱动，并且留足时间。驱动。有种说法很好，就是在每个练习的头20分钟，闭上嘴，大家什么都别说，至少得有20分钟，大家才能预热，才能在了解的基础上提出看法。在这之前，算了吧，先什么都别说，否则你就白来了，什么东西都学不到。我们都知道这点。有一点，当然还有很多点，但是有特别的一点能够区别出摩登舞和拉丁舞的两类舞者，那就是音乐的音量。他们要把音乐调多大声，说话有多大声。如果你上拉丁课，他们不会把恰恰的音乐关小，他们不会用柔和的音乐说而是它必须要激励你的身体。但我不明白的一点是，为什么在摩登舞里我们有这个我不能做任何东西，如果我转动眼珠就可能失去平衡，这没什么用。所以你可以从一类舞转成另一类舞，但是你必须能够用使你动起来的音乐的音量。所有人都知道，在比赛中放华尔兹音乐的时候，观众就会这么看着你。探戈的时候反应会好一点，但是一到了快步，你经常会看到场边的裁判的反应比选手还快。如果你8、9个小时一直这样，你会很烦的，还要对着计算机，那是很搞笑的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相反的方向。遗憾的是我们时间不够了，我们只能做一个来回。第一次我们换一种音乐，这是我们很喜欢的，我们经常去美国听 Bon Jovi 的。现在第一组往那边跳，维也纳华尔兹，但是是完全不同的音量和动力。努力去获得音乐中的能量，注入到你的身体，感受在你身体内产生的作用，这是不同的能量。谁得帮我找找了？哦，有了。开头这段不跳，不够有力。
1, 2, 3, 4, and 1, 2, 1, 2. Second group. 第二组。 4, 5, and move 2, 3, 4.希望大家能感到不一样了。我知道或许刚开始你们这些感觉还不如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强。我们训练国际选手已经很多年了，我知道这是接受了太多的信息的学员的普遍的感觉。我们做过的最好的培训是我们告诉人们半夜来到我们的舞蹈工作室，所有人都累垮了，因为那是第4天了。他们问你确定吗？是的，我们做了1个半小时的非常棒的练习，我们也跟他们一起练。对，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参加比赛。我要说的是，你要感受新的东西，就需要跨越身体疲劳的极限。此刻大家都很累了，站在那儿基本动不了了。我们知道大家多专注多卖力，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但是请记住，当你们累了，累得动不了劲儿的时候，这时一旦你突破了极限，那就是你会体验到新的东西的时刻。在那种时候练右转练并脚之类的都毫无意义。试着换成Bon Jovi的音乐或者其他的能够激励起你动起来的音乐，来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你会发现完全新奇的东西在你的性格里，在你的身体里。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学得很棒。谢谢我的老公，非常感谢。Thank you.